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吴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邱小玉，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当然一开始大家全国最关心的一定还是马办风暴 ，OK， 一路烧下去。淑慧，简单问一下，国民党都陷入所谓的马英九焦虑症这些吗？你看到包括你说洪为哭，然后柯志恩说大家集体上，你自己在地方上面，蓝营的支持者真的陷入集体焦虑吗？我觉得不是集体焦虑哦，应该是有一点生气跟不耐烦吧。哦，你知道支持者总是不希望看到内斗，对啊，尤其是你骂他，他骂你啊，然后在大选年的时候。然后这个没有要选的两位长辈跟长官哦，然后不管选情，然后就自己在那边禁止开炮哦。支持者其实厌烦的是这一点。我必须要说，就是对于支持来说，真相是什么不重要，他根本不 care 啊，他 care 的是就拍垮啊，没来没去哈，什么时候会停啊？那对我们这些候选人来说也很惨啊。我们要不要选边站啊？我们选了边，一定得罪另外一边。当然，我们连不选边。可能两边都得罪，嘿，就你为什么不帮我讲话啊，什么什么的哈，所以面对这种事情哈，我都只能说哈，这个我就像那个小时候爸跟妈吵架一样哈，然后最怕他们问我说你支持谁？好，你要跟谁？哈，对不起，我谁都不想跟哈，谁都不想支持哈。钱的事啊，说真的，对所有政治人物来说，都是他最核心的事。当然，啊，我们外界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个捐赠给个人赠与给个人啊？其实，在赠与的范围里面啊，也没有不合法的哈。对，所以他到底是捐赠给个人，或者是捐赠给基金会，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笔捐款，或者这笔捐款到哪里，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啊。可是现在演变成说，哦，扯到太多事情了，甚至还有这个国民党里面也有人在那边煽风点火说，哦，这个是党主席选战的延续，剑指郑丽文，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剑指郑丽文主席？因为当时马前总统其实很支持郑丽文主席的啊，所以他没有必要说哦，我现在来借着萧副主席来打郑丽文。所以你知道，党内还有一些其他人，就是这个怕事情不够热闹，还要继续加油添火，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无奈啊。更不要说哈，说不定民进党的朋友们也在这边看热闹哈，一定啊，多少心生会欢喜一下，见猎欣喜，不要说哀矜勿喜，这种骗人哎哈。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已经没有办法收拾了，因为这件事他们讲的所有的罪名都是公诉了，好，都非告诉对，都不是说啊，那不然这样哈，大家和解一下，我们摆一桌哈，然后吃喝完以后，明天不要再讲，已经不是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就变成只要是非告诉乃论罪，然后现在要不就是会不会有人会去告发，不知道，其实依照法律上来讲，连检方。现在要动就可以动，简报分案都可以。对，更不要说就是你看新北市政府也可能有议员的压力，因为基金会是注册在新北市的哈。大家一定会很奇怪，为什么不是注册在台北哈？因为注册在新北比较便宜哈。不是因为台北市长是柯文哲？不，因为基金设立金额不一样，台北市的这个文教的只要500万哈，新北只要500万，台北比较贵哈，台北比较中央哈，所以。现在连新北市政府也被逼着要去查基金会的运作跟账务嘛，因为基金会其实是公益团体哦，它里面的账务不是说自己关起门来说一说就好，它其实要申报 ，OK， 其实国税局也可以查的，然后这个主管机关也可以查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件事情，那你说我有没有焦虑？坦白说我没有啦，我没有。但你们有支持者焦虑吗？就像你刚刚讲，会不会每次搞这一出，现在搞到5月、6月，会不会继续往下？11月就要投票了。当然可能会有一点啊，生气大于焦虑啦。那焦虑就是叫我们去跟他们讲这样，叫我们去跟他讲那样。那我都很直接说，我可以跟谁讲，他们也不会听我们的啊，所以就是大家就是最后讲一讲，就一起叹一声气。好，既然刚刚这样讲说，钱一定都是所有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一定会非常在乎这一块。尤其是人家如果要弄你，也是在乎这一块，所以呢，我们就从钱开始来讲，又是回到那个捧照片那张照片，对，100万的那张照片，我不知道，那连赵少康都在讲说，这个照片会不会怪？我问怪不怪？我只问怪不怪？
当然很怪啊，很怪。对你选过这么多次，有没有跟人家要抖内就是这样来，对不对？觉得这是太夸张的事情。对，OK。那因为两位的，淑慧也没跟人家拍过这样的哈。我觉得有一个 Excel 记账已经很夸张了，还有一张照片，我就觉得这些行为都是很奇怪，但是也有可能是哦，第一个可能是就是那个捐款人觉得这是要捐给总统的，很央哈，他要照相啊。第二个可能是他这个捐款可能是有几个朋友一起的，所以他要跟人家交代，就是说我真的捐了。第三个可能是像萧副主席说的，他是要给马总统看的啊，这个钱真的我有收哦哈，然后我也给你看了这个照片，所以都有可能啊。那最有可能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捐款光明正大没什么，所以又合照了。好，那如果这样，戴一善在赵少康讲的几种可能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没错，要跟上面的交代。这很多种可能，所以当把这些钱用这个照片。在台湾比较少看到是这个样子，就是。而且这笔钱，刚才讲的说啊，朋友共同捐的嘛，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捐钱给协会啊、基金会啊，大家很开心的时候用一包红包，大家合照啊，但是这些就会入账嘛。因为公开透明，既然要公开透明，一定得入账嘛。萧旭岑副主席都说哦，他说马英九总统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只是要公用。那我就要问萧旭岑副主席，既然马英九总统说只是要公用，那为什么不入账公用？那萧旭岑副主席就说了，因为这个个人啊，他不想要被人家知道，那不想要被人知道，干嘛要拍照？这就是问题嘛，就是两个这个逻辑上面是矛盾的。如果你不想要被人家知道，就要偷偷摸摸的、偷偷的拿给你，那你不想要让人家知道嘛？那如果是公用，你就直接进到所谓的基金会的账户里面，大家都很开心嘛。最后他还参加春酒啊。这个台商还参加所谓的马英九办公室的春酒的活动，那你应该很开心，表示你不在乎人家知道你挺的叫做马英九总统嘛？那你为什么不入基金会的账？因为马英九总统已经说要公用啊。你说为了马英九，因为他说萧旭岑是说这个捐款人要捐给马英九本人，马英九本人的话就要进到他的账户，也要进到马英九的账户啊。如果要捐给本人啊，也没有进到马英九的账户里面嘛，就变成公用。什么叫做公用？公用是在你讲的，记账人说的、啊。那个王光成说了算嘛，因为到最后的账呢，他可以核得出来就好。但是重点是，这笔钱真的用在这些公务上面，还是很多的钱，现在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问题来了，如果有一张照片被拍照了，跟是像赵少康所说的是红钱，像上面交代了，那有没有其他张？而这些拍照的目的，如果是跟上面交代的是红钱的话，还有其他张的话，会不会对马英九不只是侵占跟背信的问题，有没有反渗透法的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国安法的相关问题嘛？这些问题才是金溥聪今天会站出来帮这个老朋友。我说真的，有这样的老朋友，每一个人都应该感动啊！就是为了帮你切割跟萧旭岑两岸之间收的这些钱，不管是侵占背信，甚至有可能有国安法或者是反渗透法的问题，黑龙江萧旭岑走跟我马英九有没有关系嘛？而今天不只是金溥聪、金小刀这么说而已嘛，包含廖继斌都已经吐露出马英九在后期的这几年两岸关系上面，事实上有被讯息所包围嘛。包含怎么说？他说马英九脱稿演出啊，他说，这句话我觉得很好啊。他说两岸要和平、民主、统一，和平不重要，统一不重要，民主一定要尊重2300万的台湾人民。这句话比较像是我们在看到马英九选总统也好，当总统也好的立场而不是退职之后我们看到他所讲的相信习近平的立场。但是脱稿演出之后，廖继斌转述说，中方人员质问萧旭岑，你为什么可以脱稿演出？所以萧旭岑，你收了这些钱，如果没有进到马的基金会，会不会有这些要对于马英九相关言论的控制的相关行为？中方对你表示意见了，所以你必须要改稿。而且他中方质疑的是说，为什么马英九不是应该按照你写的稿念，是萧旭岑写的而不是马英九写的也就是说，萧旭岑写了一篇稿，中方人士是看过了，而跟这些你收的这些钱没有入到基金会的钱这些钱有没有关系？
这萧旭成未来都要说明的。OK， 为什么昨天在节目的时候，那个黄伟汉来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在跑线的是跑总统府，然后我就会问比较跟他们跟马前总应该比较有接触，所以我会问，就好像每次只要聊到柯文哲，我就会问秦华寿，嘿，你看到现在的柯文哲跟以前的柯文哲会怎么样？小玉有跑过马前总的线吗？没有。你没有跑过？杨幂有跑过他们的线吗？没有，没有。伟航，你有帮马前总辅选过？对他1998选市长的时候，好6个月。OK， 好。你现在看到了马前总统，包括影片嘛，有看到影片对不对？那我不知道有没有私下一些接触，但是看到那个影片，包括从各方去讲出来的马英九马前总统他所做的事，譬如说，萧旭成这边说你知道，而且你说可以收，但是要公用。然后金溥聪这边就讲说马英九的个性，他一辈子清廉，他怎么可能会同意这样事？萧旭成这边说你知道，而且你说可以收，但是要公用。然后金溥聪这边就讲说马英九的个性，他一辈子清廉，他怎么可能会同意这样事？你自己那时候跟的时候，你印象中你看到的会是什么样？比较像？当然很明显的老化，非常明显了啊，就是他反应也变慢了，然后有一些思绪也的确是没有那么样的灵光。但是有些我看一些网络上，我也不太清楚是哪边的文章，都讲说啊，马英九什么发音啊，透过一些发音不精准的地方，觉得他是不是真的很严重？但是从1998年我认识他，他发音就有问题啊，什么逆风高飞啊，还有最近的大拌面啊，这一个他本来就有发音上的障碍，这个绝对不是他能力的一部分。但是他也许真的在一些这种对于人事的反应速度上真的是不行的，所以金溥聪也特别强调嘛，就8个月啊，他特别强调这8个月都被隔离呀，然后没有接触人，跟人家互动，很明显金溥聪也察觉他跟人互动的能力、反应的速度真的变差了。好，那当然我接触的是非常相对年轻的，他40-50岁的时候，非常年轻的时候，跟现在当然就是有很明确的年纪落差，但我有听到以前一路跟他有互动了，可能是水务组的人去转述说。他们是说马英九可能记得20年前的事记得比较清楚啦，就过去的事记得比较清楚，那就代表他应该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坚持，会跟以前是很接近。那就以前我们对他的认知，我们看到整个事件发展下来，其中最不合理的一个环节，还是就像昨天我一样讲的，其实很早一开始我也是听到这一句，我立刻弹起来了，就是哪一句？萧旭成说，他马英九有答应说这一笔现金的部分。用公款公用，要用在公用就好，不用入账。我想历来曾经担任过马英九的随行秘书啦、秘书助理的人，应该都不会认为马英九会允许这件事情。即便有人提案，他一定不会答应。因为这触及他个人价值观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啊，就是。钱这种东西就是应该要明明白白，因为他本人真的不太花钱。就像金溥聪昨天讲的，描述的马英九都是我们所认知的那种马英九价值观，本人不花钱啊，所以他账户为什么每个月有10几20万不见？这个就是值得深入的点嘛。他一讲，我想这可以再去问更早期的助理比如说像96年开始的蔡茂月啦，还有现在台北市议会的秘书长庆安，那些都是最早一批的马英九的随行助理，天天24小时跟着。我就问嘛，原来一天到晚拿着马英九钱包，拿着他手机的人，马英九会说这个钱那人家送好，就把它收下来，不用入账嘛，大家把它分掉嘛，不可能。我想所有曾经当过他助理人都觉得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一旦丢出了这个点以后，过去跟马英九接触的人就赫然发现说，对。你萧旭成有证据吧？马英九交办的证据吧？就是马英九亲口说，这个钱可以不用入账，他知道，只是忘了。对，那重点就是在于你要怎么证明你有跟马英九说过，这就很现实的。因为既然你说他都忘了嘛，一定有其他辅助嘛。我还是要强调，就是马英九过去一定会有一些习惯。什么事情都会签一个东西，写一个东西。有没有注意？大家看到那个金溥聪他们录的那一个片段，马英九最后签名还特别去拿毛笔，在那边讲，这是他真的是他过去的习惯，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坚持就是还要换一支笔，但他就是会有这种坚持。
所以如果当初他有交办这件事情，你萧奕成现在可以拿出当时你叫马英九远离金溥聪的那一个 email，去证明某些事情。那为什么这一系列交办，你说马英九忘记的事情，你没有事后补公文，你事后也没有补 email， 补任何的讯息，这完全不合理。所以这是依我们过去跟他互动啊，就是他真的蛮烦的哈，马前总统会要你补啊，这个东西要补一个资料，要拿到白纸黑字啊。我们唯一凹他可以不用白纸黑字，就是马先生现在时间不够了，请你立刻上台去讲这个东西。只有这个办法可以凹他，但显然这个钱不急。我们都知道，之前那个捐钱到真正在这个他们内部讨论，也隔了好几个月啊。对啊，确实不急嘛。对，所以这整个环节样样不合理。那实际理性大家可能要上法院了，但我只是指出，以我跟他互动经验，我指出这个就是答应公款这样用掉就可以，这件事情本身是绝对的不合理。刚刚伟航讲的跟伟汉讲的这些听起来，因为马英九当过蒋经国的前总统的秘书，英文翻译对，那听起来比较像蒋经国的个性。各位听过蒋经国那个故事嘛？就是他奶奶给他2块钱，对，买酱油，2个1块钱，然后叫他买油跟好了，譬如油跟醋，然后拿他出门摔了一跤，钱掉了，他就回家问他奶奶。哪1块钱要买油，哪1块钱要买醋？他奶奶就说：“你傻了吗？就1块买油，1块买醋，你干嘛？”他蒋经国说：“不，这一块该买油的就只能买油，这一块该买醋的就只能买醋，不能拿这一块去买醋，这一块去买油。”你听起来会觉得什么？怎么会这样？好，但是这可能就是在政治上面，如果对钱的洁癖上面，也许反而是大家另外会称颂的另外一段。好，但是现在又回到现实了。小玉，你在回答这个以前，让你先看一下，因为现在已经变成所有的人在讲到这个钱，包括捧那个钱的照了，然后包括讲说马英九的个性会变了吗？然后变成说无所谓，好不好？那就先进来再公用，就是这样吗？甚或几个关键人物，萧旭成、王光慈，当然马英九是其中一个，现在是金溥聪在这里面，双方各自的说法，不过让观众们还是看一下，因为现在变成包括赵少康讲到这个钱的问题，还有呢，包括郑丽文讲到这些钱的问题，让你听一下，来。这种就是给马英九交代，因为我要捐给马英九的嘛。那我现在收的钱，到时候给马英九，我的确有给你捐钱啊。一种说是要跟北京交代，为什么要跟北京交代呢？现在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我在这边讲，我会被骂到臭头啊，好吧？那外面有揣测，干嘛照相？这个他们讲说，这个有时候是惯例啊，我听到的是都要照相。难道我们要跟所有的100万台商划清界限吗？台商就不爱台湾吗？台商就不爱中华民国吗？台商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华民国国民啊！难道我们要跟100万台商为敌吗？不是这一桩也会有别桩。我不觉得民进党会放过国民党。小雨。好，现在刚刚讲几个关键人物说法都不一样。现在包括萧旭成、王光慈，然后甚或王光慈这一段，那故事就更多了。对，那什么有没有掐脖子的事，然后有没有他自己有一些烈酒一些的问题，各方说法都不一样。现在当郑丽文出来，赵少康的这种说法，他只有几种可能性。然后郑丽文就直接讲，你干嘛这样污名化台商的问题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不只是单纯大家在讨论马办基金会钱。现在连钱的来源可能已经涉及到两岸的问题都摆进来了。确实啊，所以我看到那个影片哦，刚刚那个义山哥说他不甚唏嘘，其实我也不甚唏嘘啊。我觉得2个点，第一个就是觉得晚年如果有像金溥聪这样的朋友对，当然是觉得非常好了哈。那第2个就是你知道昨天呐那个同时间哦。赖总统在开记者会，在讲这个全国的那个18项福利这件事情，就从少子化开始，然后所有的那个相关的福利啊。你知道他跟那个金溥聪在那个时间接受专访吗？你知道2个线上人数差超多10倍，大家都去看金溥聪。那反正赖总统这个福利政策就比较少了。你一定要讲这一段吗？因为因为我自己也去看金溥聪这一段。不是，昨天记者群组大家就在帮总统府记者抱不平啊，总统府记者也在哀嚎啊，就说他们也想去看金溥聪到底讲什么，你就知道说啊，这个人像叫博文坐在这个地方，就情何以堪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买酒基金会关大家什么事呢？这个不是就是要买对啊，这个福利都没人理了，钱照领，戏照看。
什么事呢？这个不是就是要马对啊，这个福利才都没人理了。钱照领，戏照看啊。不是啊，马英九今天又不过10个人的事情啊，那这个顶多跟国民党有关吗？啊，你这个是跟大家2000多万人都有关系的事情哎。好了，我讲太远了哈。那即便说我没有跑国民党，但是我自己有代班国民党。可是你知道你刚刚讲壁垒分明吗？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也是蛮壁垒分明。你说我跑民进党，可是我也不是民进党党员啊。可是你知道我每次去国民党中央都会被酸啊，就说哎呦你来干嘛？刺探敌情哦。所以你知道，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代班国民党，因为他防我防得跟防贼一样。我想说，我只不过是一个记者我去国民党我只是代班，那你为什么好像我还要被酸？其实我是个人有点这种不太好的感受了哈。那回过头来，你说讲王光慈我认不认识他？我们是跑外交，都是媒体人出身的外交，但我们线分得很细啦。我刚刚讲嘛，因为我跑民进党啊，我是代班国民党嘛，哈。那其实外交我是有短暂跑过两岸外交啦，哈。那就是跟光慈，就是说有少数就很极少的见面，因为我记得有讲嘛，就是说因为金溥聪当时要去驻美了嘛，所以他当时想要带一个能够处理媒体的人，所以他去王光慈在联合报是跑那个外交的，所以他找他啦。那后来等于说他在进国民党是已经后面的事情了哈。好。那回过头来就是说，大家这个你知道，就是国民党记者都在议论纷纷，在讲什么？他就说，一开始都不敢写王光慈的事，因为你不觉得整件事情什么叫不敢写？对，整件事情你不觉得到现在为止，你从来没有看过王光慈露面去讲整件事，全部都是萧旭晨，要不然就是李德维。那萧旭晨是主要的代表了哈，因为那时候大家就后来这几天大家才讲说，因为就是王光慈身体的部分嘛，就是他比如说他就是已经非常严重，已经严重，所以后来就是把这个王光慈身体状况写出来的记者还被骂，还被大家挞伐，就说。就是像马英九，你讲他那个写健康、写个人健康，说实话，大家基本上都会比较避讳一些。对，所以基本上你去写王光慈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记者都不想写，不敢写啦哈，因为你严重到说人家要告你都有可能啊，所以写那个事情是非常。那但是后来整件事情就摊开在阳光下嘛，因为王光慈自己的声明，他也有写说要感谢医生这件事，所以多多少少可以知道他现在身体状况。所以我们知道的是说，都是萧旭晨，因为萧旭晨就一肩扛，因为他照顾光慈，因为他知道。说王光慈的身体就是有某种程度不能再受到压力的哈。好，那所以大家就一开始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是蛮同情王光慈，我觉得说哇，那你搞到一个就是说身体这么，可是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的矛盾的事情就来了，就说如果按照后来他就是媒体大篇幅写到那个内幕啊，假如说王光慈已经这个见马英九这么。大半年才见他5次，然后听到马英九就吓到发抖，然后甚至还要躲到厨房、躲到厕所、躲到桌子底下，然后连电话都不敢接。那你不觉得说，那你还上这个班干嘛？像徐巧芯他们讲到说，就是我就不太爽，他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他们很多行程就即便马前总统都已经答应了，就说会来，但是就是到了王光慈这一关就被挡掉。那像我的朋友以前是马英九总统的这个前部属啦，他说逢年过节想去这个拜访，就是很久想去看老长官，但是也被挡下来。就是他们跟我的说法都说都见不到马英九，就先跟外界讲的一样，就跟马英九说他就是被检举，金溥聪说的也是这个样，他要透过最后是周美青，对，他才联络得到。我的朋友是以前马英九非常 close 的部属，他逢年过节要去拜会马英九，也都见不到。电话都不会通吗？都不会，就是说基本他的电话也是随扈啦。那反正总而言之，像徐巧芯就有说嘛，就是说他即便的马英九当面答应他要来活动，但是到王光慈这一关就都被挡掉了嘛。所以就是以我身边的朋友。都讲述这样的状况，那确实，那马英九可能真的是有被检举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嘛，哈，这是第2个点。那第3个点，昨天廖继斌他也有讲那个王光慈比较恰牙牙的一部分嘛，他就说王光慈就是对于同仁呐，他就讲到说就说如果如有疏漏，他说请这个同仁大家都顾好自己手边的工作啦哈。那如果说呢，交代的事项你必须要落实，如有疏漏，一次扣0.5个月的年终，因为他们有说啦，就说那个马英九的年终似乎是1.5个月哈。那如果你有疏漏的话，我交办你的事情，你有疏漏，我一次都扣你0.5个月的年终。那你3次的话，3次扣满就开始减薪，一次减5000块。那减薪，而且你次月要以你被减薪的那个薪水为基础开始算。那比如说你4万5，你被减5000块，那下次你的月薪就从你就是下一个月就从4月开始，就从4万块开始算。就说奇怪。
你谁啊？不然我想说你不是一个执行长吗？那就怎么会有这样状况？这是第一个廖继斌讲的啦哈。那第二个就是说，他说这个当时就说那个王光直主持一个会议，因为他就以执行长自居嘛，他就说叫办公室不可以有霸凌文化，不可以拉帮结派，不可以搞小团体，如果被发现还要立刻开除。而且他就说他讲完之后，那大家同仁就走了，就想说会有会议记录嘛。他说不行，你们全部人都留下来啊，还要叫这个工作人员赶快打字，打完字之后每个人印出来，你们每个人都要签名，就赶快签名，就说要遵守他讲的这件事情。那廖继斌讲的种种，似乎就是讲说王光直哇，你根本就是已经办公室的武则天了嘛哈。那最近还有一个简讯。这个某种程度是不是也可以讲到说为什么他不离职的原因啊？这个简讯是讲说这是王光直的这个赖啦哈，就说执行长以后就是我们的首席，就讲萧旭成啦，是我们的首席执行长我就递补成执行长。那大家在办公室怎么称呼我都随喜啊，但是呢，至少我看到执行长，我会叫他副主席哈。那你这不是废话嘛？就意思就是说，以后大家看到你就要叫你执行长。所以就说了，你可能某种程度，我就合理的怀疑是说，那你不离职，你即便下成这样子，即便下到你心里都出状况，你是不是第一个为了20万因为那个有人帮他算嘛哈，你250万的薪水除以12个月，可能1个月高达20万的月薪，然后再加上你很 enjoy 这个执行长的一个 title， 所以你即便你有这样的身心状况，但是你就是不离职。最后讲了，就是说这个廖继斌有讲到一件事，他们不是带着大队人马、律师啊什么的就是要叫王光直他们。我觉得他们一开始是想要大事化小啦，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自己走人的话，就第一次，对，第一次，就你如果是自己走人，那我们可能就息事宁人，就这样，好，那就是马前总统的意思，就是叫你们两个要请走嘛。那但是就是说，从那个录音档里面看起来，王光直是非常非常强硬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资格叫我走，他说我是董事会任命的，所以你们没有资格叫我走，而且他就说董事会是白纸黑字，所以廖继斌才会拿他们的那个会议记录讲说。没有啊，你去翻遍他跟戴霞玲翻遍所有的会议记录，从来没有董事会去任命你们做执行长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会议记录都没有。那反而是你们自己就已经在写，工作人员就写说执行长王光直。那而且廖继斌还讲嘛，他说你这个马英九基金会的章程上面写说董事长执行长就是董事长的权限来任命嘛。那所以今天是马英九的基金会，马英九想要叫你走你就走啊。可是看起来王光直他就是不走啊，他就是要抬出说董事会如果董事会要走的话，也是董事会叫我走。所以我还是回到第一个点啊，就是说你已经身体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为什么你还非有什么理由，你非眷恋就一定要在那个位置不可？OK， 对，杨明，看起来这整件事情火车对撞是必然的，一定要走到司法了吗？那国民党里面都没有任何人有能耐，像以前有什么7大公8大佬那些能够出来瞧，看起来是已经没有了。那因为本来讲说是昨天是不是就是马他们到底要对萧旭成他们要不要告，说会有个决定，但昨天没有。他说今天也没有，然后一路就要往下吗？但是你看那中间那些过程，金溥聪所描述的一些，第一个他见不到，要透过周美青，还有一个是金溥聪说小年夜4个人开会啊，你不觉得那跟当初国父要革命的时候，然后大家在一个地方，然后要密室，然后马英九还说开除他一定要成功或什么？这要搞成是这个样子吗？他不是马英九吗？他不是董事长吗？不好意思，我插一个话，武哥讲的那个，我倒觉得比较像马王政争。开除他一定要成功或什么？这要搞成是这个样子吗？他不是马英九吗？他不是董事长吗？不好意思，我插一个话，武哥讲的那个，我倒觉得比较像马王政争。可是你会觉得马英九很逊吗？他马王政争都没有成功，都没有成功。对啊，你这次要请走，只不过是消亡你的2个部属，你还要搞到要政变。那更何况，难怪那次马王政争就没成功。对，难怪。但我觉得这个分几个层次哦。第一个，因为这个事件哦。我们就以那张所谓的碰钱的照片那张照片就可以任何一个人看到就可以直接去地检署告发了就说这里面有怀疑，这里面有，而且已经有具体的是马英九基金会已经开记者会公开了，把新闻简报请你们去调查。那金华城案判决之后那时候有说那不是民进党去检举的也不是游淑慧也不是钟小平是一位诚信民众他就跑去台北地检署，就去检举告发，去检举告发，然后就开始查了。
现在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你都可以去告发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已经不可逆了。现在是北检或者说士林地检署，他们说没有，我们没有收到因为他这个法律这个管辖权是在士林地检署了。他们说目前没有相关案件。他没有说未来啊。接下来只要任何一个人把那天记者会原始的影片整理一下，然后说他们因为背信属于公诉罪，关键在这个地方，他不是告诉乃论的，所以这个案子势必会进入司法。那马前总他们要不要成为那个所谓的自诉的？有提自诉，对，自己告，他也有权利。可是这个会不会，这个可能是他们最近可能要讨论的啦。因为可能还要这个，如果你要当那个自诉者你除了要委任律师，那到时候如果你要出庭作证，他都要去思考这些后续要怎么处置啦。所以我说，以这个案件来讲，司法的部分看样子是不可能避免这是必然，只是说是主动还被动。好，再来第二个是政治效应的部分。政治效应的部分是说，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讨论一件事情啊，一个卸任元首被现在这几天，我觉得有一点马前总很那个叫情何以堪啊。现在讲到马前总，对，一下是这个什么被下面部属蒙蔽啊，被什么检举啊，被什么架空啊，他是做过国家元首的人啊，这个都不符合过去的人设。那100万。他没碰，叫做这符合他的人设，对不对？那如果按照萧旭晨跟王光石说，他碰了，那他的过去一辈子的人设就破坏掉了。所以不管是哪一方的，马英九一定受伤。这件事情，马前总统不可能不受伤。那最近我是觉得，因为两边已经开始是，我觉得已经为了要这个让这个事情让这个剧本变得更多人想，就像刚刚小玉讲嘛。连我们同业们现在都很每天在追剧的感觉，今天又是谁？又是谁？可是我听到有一些内容，我觉得不可思议。譬如，像比如说，这个廖顾问他说，周美青不是马家人。他在直播里面讲的，他真的讲这句话。我听完我就他说马家就是马英九的家人才叫马家人，配偶不是家人。然后我想说这。不是，就你现在是在帮马英九，还是在害马英九？你讲这段话就是会把焦点模糊。包括金溥聪先生昨天讲马前总跟周美青的互动的这个部分，所以他要出来道歉。对，金溥聪出来道歉很罕见的。主动发声明道歉很罕见的这个问小玉姐这么资深，你过去有没有看过金溥聪主动出来道歉？不可能，他只有告人，都是别人跟他道歉，所以他都告人，他知道他失言。这一段话就是多的，就踩到那个所谓家庭隐私的红线了。你没事去讲人家家庭状况干嘛？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当两边开撕，后面很多的后果可能都不堪设想。问题是，我们就讲，刚刚有说王光石不在，那请问马前总统到现在有出来过吗？没有啊。所以我说这件事情很麻烦，是全部都是代言人。除了萧旭晨是这里面当事人，他有自己主动出来回应过，其他要么是声明，要么是委托别人出来讲，都是我跟马前总统那天吃便当出来，然后拿了一叠资料给我还有音档。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当然这样下去这个马办的这个风暴怎么烧是一回事，但是对于整个蓝营。因为你要知道，马前总统他对于蓝营，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资产。国民党到目前为止最高政治位置的人就是马英九了。而且这个事件里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点出这个点金溥聪讲的那张照片，萧旭晨跟这位韩信台商照片拍照的时间是2023年10月。请问2023年10月那个时空背景是什么时间点？是总统大选。对啊。总统大选这笔钱，如果今天去告发人说这是有反渗透法，这有介选的问题，因为马前总在10月到11月他在做什么？那时候还有蓝白合，对，而且大家可能都不记得，其实他们的吵架是延伸到2023年。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有媒体就是在暗示说。萧旭晨去了北京回来以后然后马前总统马办开始推蓝白合。然后那时候萧副主席在节目上的时候还有讲了一句话说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那
所以那个时候就大家就也很尴尬，就觉得说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金老师是非常，他是侯办的执行长之类的，他是非常反对那个时候蓝白合的方案所以其实如果像刚刚杨明说的，如果有心人是要刻意连接到那一段的话。那其实法律后果其实就会相当严重，很难不连接。我只能说这个时空面很难。可是呢，你要说马前总在那个时间点就已经失去所谓的忘记或怎么样，我觉得也不至于。为什么？2024年4月，马前总统去对岸跟习近平会面，2会是2024年4月的事情啊。那你说他会不记得这个台商有没有捐钱？我就总觉得怪。就目前两边的说法。都不符合我们对马前总统的期待，一边是不符合清廉的期待，另外一边是他对基金会什么事情都没有掌握什么都是下面执行长就可以做事呀，都可以做主啊，那当初哇，那我们以前这个国家是谁在治理，我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说这都不对，这都不符合我们对马前总统的那个人设的期待的时候，这件事情现在我认为啦，受伤最重当然是除了被指控的对象以外。其实马前总统现在是受伤最深的。OK， 杨明刚刚讲那一段，其实这个案子一旦进入了诉讼以后，很难想象马前总统不会被传，不管是用什么身份，证人或是什么身份，因为总是要问一下，他说你不知，他说你知道，金说你不知道，你到底知不知道？他一定要本人来到现场问过。那到时候包括马前总统，假设到了现场。包括应答啦，各方面就一定也是大家一个重点。如果自诉，大家看得到；如果是刚讲有人告发或者什么这些的话，当然在地检署里头。可是光只要想象那个画面，对你说情何以堪，到最后走到这一步，但是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伯恩刚才特别提得好，第一个，刚刚杨明说会不会有人把这些连结起来以后，有没有涉及到反渗透法的问题？会不会有人？然后跑去做，不管是告发或什么这些，这整个又是另外一个层面了。是，包括刚才有没有看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直接对着镜头讲，怎么样收台商的钱怎么样吗？台商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华民国的国民啊，难道不能这样收吗？然后你们大家为什么要把这些民进党不会放过国民党的，是吗？我觉得倒不是这样哈，因为。我觉得蛮遗憾的，就是说，当这个我们这个极力的在推动台湾这个全面福利国家化的时候，我们推动每月0到18岁每月5000块，然后婚育宅加倍，然后我们的学贷降1%，还延长这个宽限期的情况之下，18项的政策优惠推出的时候，发生这种史上空前的政治肥皂剧，坦白讲，实在令人遗憾。极力的在推动台湾这个全面福利国家化的时候，我们推动每月0到18岁每月5000块，然后婚育宅加倍，然后我们的学贷降1%，还延长这个宽限期的情况之下，18项的政策优惠推出的时候，发生这种史上空前的政治肥皂剧，坦白讲，实在令人遗憾。不要再推销了，没有好歹你要让他讲一下吧。那我必须要讲一下，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坦白说哦，就是我觉得人都会老了。坦白讲，这个人会经历生老病死哦，这个不是说你是国民党或民进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坦白讲，我们都真的是哀矜勿喜，绝对没有半点说什么啊这个看好戏哦或怎么样。每个人都会老，这有什么好看好戏？老的时候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尤其你要知道，这个失智在很多台湾的家庭里面，真的是一个大家都很关切的问题。而且长者对社会的贡献，大家都知道，所以疼惜长者是大家的共识嘛。那这件事情会让我们很意外，就是说，第一个，坦白讲，马英九基金会，因为马英九也已经这个卸任那么久时间，那马英九基金会内部纵有一些不和或怎么样，就是内部处理一下就好了。我们很意外说这个事情会爆发成这样子，好像变成。双方都已经是剑拔弩张到非要你死我活这种地步。那我是觉得比较意外，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知道马大姐就马以南跟这个周美青夫人他们有去申请这个马英九的这个所谓辅助宣告，这个部分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出来否认，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真的。是啊。那你要申请辅助宣告，很简单的，你要有一个前提，你不能够随随便便就说，我去帮谁申请辅助宣告。一定是自己的至亲，然后带着你的医生证明去医院，然后表示担忧，希望做这样的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很严谨的法律程序。所以我认为，如果假设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程序，他一定有医生的证明，一定有家人的这种担心，
那这个情况之下，马英九先生马英九前总统他的这个身体状况确实出问题，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事情嘛哈。那再加上就是说，你看这2天我看到这个金溥聪先生他也讲，他说他感觉这个他自己都讲哦，感觉退化很快哦。他还说周美青夫人这个即使住在这个他们这个同一层楼的对面，但是也是会照料他的起居，拿药给马英九吃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再证明马英九总统他真的身体有状况。那既然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有必要把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断的放大扩大，然后变成俨然好像一副两军对峙的情况。这个是我比较难以理解，而且我觉得也不管我跟马英九总统当然是不同政治立场，可是就人性来讲，我觉得有这样的必要嘛。那我再看那个萧旭晨那张照片，你刚这个主持人一开头就问我当然觉得那张照片有点扯啊，因为你可以看我们握手都是这个互赠礼品嘛，或者是握手照片等等合照，很少说这个合照的时候是捧着一堆现金。我大概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状况哈。好，那我也觉得这个照片确实很离谱，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如果今天萧旭晨他是真的就是说，这笔款项我收了之后，我要自己藏起来，我要自己暗度陈仓，我作为自己己用。我想他不需要去笑嘻嘻的拍这张照片吧。然后这张照片我听说是在这个王光慈的这个硬碟里面被查到。那我认为比较可能是说，因为他担任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这个位置，所以他可能要负责募款。那负责募款，他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就是拍照表示，我有这一碟哦，然后我把这一碟拿回去，我是不是公用使用这个坦白讲我也不知道。但至少我认为，如果说他要暗看这一笔钱的话，他有必要去拍照吗？那为什么在黄光慈的这个档案里面找到？我想有可能这笔钱最后就交给王光慈，因为听说他就是管财务的，然后就这样。那对他来讲，我看他一副那种笑嘻嘻的样子，好像觉得就是说他替马英九募到款。好，那我话讲回来，萧旭晨他从过去到现在，坦白讲，他如果不是靠着马英九的这个招牌，马英九的这个扛棒。我不觉得萧旭晨是什么一号人物，他就是过去靠着马英九的这个招牌，所以你又有两岸之间也是这个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不然的话谁晓得你萧旭晨是谁啊？哈，那所以我认为台商之所以会拿这笔钱，我认为背后看的也是马英九的这个面子，或者是马英九基金会的面子，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我比较质疑的是。这个背后，你知道这笔钱刚刚几位先进有点出那个时间点，我也不多做揣摩，但是我必须讲你要知道这个韩银焕，他是那个厦门的这个台商会长，他等于是一个台商头，那他听说也是下届这个台企联的这个会长。我跟大家报告，台企联都不用怀疑，它的全名叫做全国台湾同胞投资联谊会。台企联大家不用怀疑，它就是一个标准的统战机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台企联直接由中国中央国台办直接监督，他的历任国台办的会长都直接挂台企联的荣誉会长，所以我反而比较质疑的是说，这笔钱的来源到底是谁？韩银焕他交的这笔钱给萧旭晨，他的来源是什么？这个是我觉得，如果说就这整件事情要去质疑，第一个当时的时间点，第二个那个背后金钱的来源，我觉得这个你所谓的来源，意思是说，你认为也不一定是韩银焕自己要捐，因为韩银焕他本身的那个这个身份比较敏感、比较特殊嘛，我就讲他是下一届这个台企联的这个会长，那台企联坦白讲白了就是这个中国以商逼政的这个统战机构嘛，他也不会演他网站上面自己就这样写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比较优先的是说，这个会不会就是一个让我们比较质疑的这种一种不当的这种金钱流动的这个管道，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追究，我认为是这一块，我真的觉得马办要好好的说清楚。那至于我觉得马英九他的这身体的状况。我真的拜托大家，我就放过。我其实我也听说，我之前大概半年前左右，我也听到一个讯息，就说国民党过去一个好像也是一个以这个口才辩捷啊，然后这个头脑伶俐的这个高层，好像身体有一些状况。这个其实这个传闻都有，但是从来不会有人把这个当作好像开玩笑或者什么政党斗士，不是，因为每个人都会老，所以我反而觉得
这个不管是金溥聪或是任何人啊，我觉得对于马英九总统他的病情，我真的觉得要放过。我觉得对于马以南大姐跟周美青夫人，他们关切这个马总统，希望他能够好好的这个养老这个部分，我觉得那个要有同理心尊重家属一些。小虎哥，我补充一个事情，因为讲到照片这个事情哦，一般来讲啦，会留存这样照片的人，通常会有一个动机。对，当然对，因为你比如说，如果今天照片现在有不同可能嘛，说有的说是台商要交办，所以他要留下合照，他才能够跟不管他的朋友，或者说有人拜托他把这笔钱交给这个萧旭成嘛。那也有说是萧旭成这边因为要把这笔钱要上报嘛。对啊，对。好，所以他说这是募款证明嘛。那不管是怎么样，理论上只有萧旭成跟韩先生、韩会长2个人该有，那怎么会在王光慈的电脑里面？他刚刚讲说是因为他要负责处理财务，这笔钱如果见不得人，这2个人绝对不会把这张照片留给王光慈，绝对不会给第三人。所以他说这是募款证明嘛。那不管是怎么样，理论上只有萧旭成跟韩先生、韩会长2个人该有，那怎么会在王光慈的电脑里面？他刚刚讲说是因为他要负责处理财务，这笔钱如果见不得人，这2个人绝对不会把这张照片留给王光慈，绝对不会给第三人。我强调是说，如果这是一笔见不得人的钱，我恨不得这个不会留下证据的。我怎么可能拍完照还给第三人，还放在他电脑里面等你来查？更何况已经3年了，这是2023年的事情嘛，2年多了。可能拍照的人就是王，就算拍照人是王光慈又怎么样？对啊，又怎么样？那萧旭成难道不会说，你这照片到时候把它处理掉？你懂我的意思吗？没有想过有人会来查。对，所以我要强调的是，对，这张照片存在于哪一个地方被发现？它的趣味点在这个地方，因为理论上不可能留下，就是好比说你们说那个踩飞轮300万，请问有照片吗？没有。妙天的那个行李箱有照片吗？都没有照片哦。可是那是因为当时有证人去讲说，我们有这个。一般我跟你讲，我们跑新闻那么多，当然不会有，大家都觉得很怪嘛。对，不会有照片，只不过柯文哲很无聊的把它写出 Excel 档嘛，被检调刷出来。所以我说这个是匪夷所思，留下照片，而且是留在非这照片上内这2个人的第三人的电脑里面。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特别奇怪。当然，未来司法也许就可能会把它厘清，但是这我怎么看都不符合所谓传统政治的常理。OK， 但淑慧要不要简短回应一下？会担心，因为包括国民党有国民党的议员或是政治人物也担心说，接下来如果真的有人去检调那个地方，有不管告发或什么的话，接下来整个侦办的过程会不会要去搜马办，甚或搜到国民党？因为是国民党的政治人物讲出来，会担心这些。你会担心这个，因此会去搜到这些地方，甚或火越烧越大。当然我们不知道说司法他会怎么小题大做，或是他什么借势窃端，我不知道。但是我必须要说了哈，如果说他真的是一个单纯的私人的赠与啊，比如说就像那个韩会长说的，他可能很钦佩马英九，然后知道总统礼遇要停止，所以可能跟几个好朋友啊，然后捐一点钱啊。然后那照相也没有什么不可理喻的事，没有不可想象。他觉得说我们是光明正大的嘛，就是要支持马总统继续在从事公务或是什么的。Anyway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笔钱本身并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的有可能司法问题。但是毕竟那一张照片，大家就会觉得说哇，捧了一叠现金在那开心的照。文章就很多，文章就很多对，为什么没有装到纸袋，没有装到什么？可是也可能像刚刚杨明说的，既然拍了照，他们当事人都觉得说这个就是光明正大的事情韩会长就觉得说他可能一直很支持马总统然后觉得马总统这个总统的卸任的礼遇到2024年为止嘛，我记得是这样。所以在2023年的年底有这样的一笔捐赠或者是赠与我觉得这是可以想象的啦那不入基金会的账也不像刚刚说的这个光明正大为什么不入基金会的账？很多人他就觉得他不想，因为马总统过去他的基金会捐款人都会
抛在网络上官网上面他的财务包。那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啊，这是我私人对马总统的支持我也没有要收据，所以他就不进基金会，然后也不想被抛出来。财不露白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个企业家里面是还蛮常见的啦。我觉得民进党应该也很多这样子的支持者，就是财不露白，不想要被那个，尤其是马总统已经不是正在选举的政治人物，他也没有任何官职所以这样私人之间的赠与只要是在税法免税的这个范围里面，我没有觉得说这个什么没有进基金会的账有多少阴谋论对。OK， 不过接下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火车对撞到进入了司法，那到了司法以后，那整个的调查，当然还是回到那一段了，那让人觉得会情何以堪是，如果马前总统要被传，不管是用证人或什么的话，那显然是大家会觉得说。你想想马前总统以前，包括他的清廉自持，然后所有这些，那当然这是后话。那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大家看着这一路往下，还会怎么样烧？因为每天都有不同的一些新的新闻出来。但除了这个以外，对于最近来讲的话，白银算不算多事之秋？然后包括黄国昌主席，也被资深媒体人黄光田直接点名有没有红统的问题，然后然后这2天看起来，一战是。请问一下，蔡壁如、杨宝珍已经退党了嘛？没错，他们俩一起联手去上了节目去专访，专访完以后，那真的是柯文哲去留言说怎么样？不在党中央讲，然后大家到这地方来放话。你知道那2个人，你知道那2人组现在叫什么吗？叫什么？叫比宝、毕宝啊，蔡壁如跟杨宝珍。比宝，这要像我那个年代才知道。刚才讲到马英九跟王光慈的关系就是说亲近的幕僚跟老板之间，到底亲近的幕僚有没有等同老板的意见？这件事情是非常在幕僚跟老板相处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要授权你多少？过去蔡壁如当然是100%代表柯文哲意志嘛。当他变成被人家说是地下市长，柯文哲要处理蔡壁如的时候，还问我说：“张一善，有人挟天子以令诸侯，该怎么处理？”蔡壁如的立委就是这么来的嘛。我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把那个挟天子的人变成诸侯嘛，那你就不能代表柯文哲的意志了嘛。那柯文哲才解除了过去蔡壁如就100%代表柯文哲意志的这件事情，所以蔡壁如拥有了自己的身份，他不只当了立委嘛，越来越觉得政治上面他必须走出自己的路。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萧旭岑不能说你马英九老了之后，你马英九没有前途之后，我萧旭岑才50几岁我总不能跟你一起退休吧？所以萧旭岑当然希望把他在中国上面经营的这些关系，可以继续让国民党继续去使用嘛。这个就是幕僚跟老板之间，那马英九愿不愿意给萧旭岑去使用？当然，同样的，柯文哲现在要跟蔡壁如讲说，你现在是你自己，你不代表我，所以你讲的话不代表我的意志，而且我还跟你的意志不一样他们上节目，包含杨宝珍跟蔡壁如就谈所谓的民众党的问题嘛。民众党的问题里面有一项，他们认为很重要，叫放话文化嘛。柯文哲就说了，蔡壁如你是中央委员，不在中央党部来讲，来这里放话，这就是你的沟通方式吗？人家还以为这是不是陈志涵留的？因为他的小编嘛，他的小编就是陈志涵，就是说，是不是陈志涵留的？这不代表柯文哲。蔡壁如也这么质疑嘛。柯文哲的以前的秘书以前的那个摄影师就金牌说，没错，这个就是柯文哲的账号，因为这个是柯文哲的 YT 账号啦，他不常在使用，因为他只有在看 YT 影片的时候会用这个账号，所以100%也没有小编，因为他不用所谓的相关的po 文什么的，po 影片都不用，他只是浏览影片所用的账户，所以是100%柯文哲个人留的。好，很清楚了。柯文哲跟蔡壁如意见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可是义善哥，你讲到放话文化，其实我们跑的时候，蔡壁如也很爱放话。对，大家都很爱放话，这是民众党内部的文化嘛，包含柯文哲你不就在中央党部找蔡壁如，没有蔡壁如电话吗？2个人不能直接打电话沟通一下吗？你一定要放这个话，放在这个直播频道下面，让所有的媒体去报道，这不叫放话。柯文哲你也在放话，蔡壁如你也
在放话，杨宝珍也在放话嘛。那这些放话现在都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民众党的提名机制的问题嘛。包含杨宝珍，你为什么不提名杨宝珍嘛？宝宝毕竟还算是一个优秀的一个从政人员，在民众党里面那一区也没有民众党的人嘛。蔡壁如现在当然想要选彰化嘛，彰化当然国民党已经提了魏平镇嘛，但是同一份帮黄国昌做新北市民调的同一家民调公司说，蔡壁如现在是赢魏平镇的，所以对比是民调，对比所谓民进党的陈述约的时候，蔡壁如现在领先魏平镇，那你应该提名这个蔡壁如之后来去跟国民党蓝白合嘛，至少说我民众党多了一个所谓的彰化，我可以在这个政党在彰化那边生根嘛，这个是蔡壁如的想法说你们应该来提名我啊，所以他才会上这个节目，跟杨宝珍一样嘛，都没有被提名嘛，党中央至少目前为止也迟不提名蔡壁如嘛，所以讲到民众党问题，柯文哲当然要跟所谓的蔡壁如切割嘛，因为柯文哲也认为蔡壁如你不应该去彰化选嘛。好了，问题来了，为什么民众党的前后任党主席柯文哲跟黄国昌都不希望蔡壁如去彰化选？明明他是民众党的，可以帮民众党开疆辟土，为什么不愿意？因为这两个人就没有心来经营民众党，这才是关键嘛。这两个人，一个前阵子黄光芹爆料的说要选副总统那个傅昆萁跟黄国昌讲说你可以选副总统，他是要拿民众党唯一现在有价值的总统门票去换到一个副总统的席次嘛。柯文哲现在最严重的是什么事情？是他的官司问题嘛？那未来他都常常觉得赖清德你都没有帮我去瞧官司，赖清德我不会支持你，所以他不会跟赖清德投降嘛？他最期待现在全中华民国最希望政党轮替的是谁？一定是柯文哲。至少没有办法去帮我瞧官司，那我3审定谳之后，至少帮我瞧一个特色嘛，这是柯文哲的想象嘛，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你蔡壁如去破坏蓝白合嘛，所以包含黄国昌跟柯文哲现在都不是以民众党这个政党的利益在思考，都在用民众党这最后的残余价值，最后的一张总统门票，在换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小玉，黄国昌真的会去搭档选副总统吗？傅昆萁现在虽然跟你讲说没有我没有这样讲黄光芹那时候是讲说是黄国昌那时候跟他讲的所以现在这边人是什么样？人家没有这样讲，是黄国昌自己这样想吗？然后这整个现在已经变成光这个搭档说，那就已经把整个江湖搞成是这个样子了。包括8席的白委要不要去挺那个杨委员，要不要去当副院长啦，这些甚或刚讲到那个，看起来蔡壁如在民众党里面是真的很不得上层关爱吗？五哥的问题我第一个啦，你刚刚问我说真的有人要找黄国昌搭档吗？这个问题好问题，我想了一下。我想说，现在谁还敢找黄国昌搭档？他仇恨值这么高。我先把黄国昌整件事情稍微讲一下了哈，就说为什么这一件事大家会比较相信光芹姐？因为他有一个来龙去脉。他说光芹姐是说啦，当时他看黄国昌在媒体上面一直在骂媒体嘛，哈，所以当时他觉得这样很不妥，所以他去找了周瑜修，就提出一些建言，认为黄国昌不应该老是修理媒体。那周瑜修就说，他觉得这个建议，他就引荐不是引荐啦，反正就找了黄国昌，就当面去跟黄光芹直接这样两个人讲嘛哈，那所以呢，那光芹姐就说，当时他们坐下来，那黄国昌的那个老毛病又犯了，一坐下来根本完全没有听人家讲，就自己一直讲，后来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那个黄国昌就喜滋滋跟他讲说，傅昆萁跟我说哈，就说有就是可以搭档选副总统，他说对，他这句话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傅昆萁说我可以搭档选副总统。就自己一直讲，后来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那个黄国昌就喜滋滋跟他讲说，傅昆萁跟我说哈，就说有就是可以搭档选副总统，他说对，他这句话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傅昆萁说我可以搭档选副总统。那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呢，那时候因为看起来光芹姐跟那个民众党关系还不错啦哈，所以他也没有去吐他槽，他还有讲到说，那你要解决你仇恨值很高的问题，他还给他提出建言呢，所以
就说有个来龙去脉，而不是凭空去冒出这句话。为什么？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我就说至少在我的那个记者群组这边，大家是比较会相信光晴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示假设以这个逻辑为真往下的话，表示黄国昌他确实是心有所念、心有所想，是可以跟国民党搭当副总统吗？不，这没有什么意外啊，这就不是意外吗？文昌配哦，你说郑丽文哦，对，还是傅昆萁吗？没有，那你怎么不讲卢昌配，或者是你怎么不讲蒋昌配？哦，对，那你就会觉得是文昌配，文昌配，因为文昌地区两国配啊，两国国昌配国语啊，两国哦，非常好，非常好。那所以我是觉得说，光晴姐讲说黄国昌想当副总统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什么爆点啊，只是他把这件事情台面上，他是第一个去证实说黄国昌还喜滋滋这样讲出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说黄国昌就是心心念念想个2028嘛，这蛮明显的啦哈。好，那回过头来呢，可是很有趣的是说，在光晴姐在预告这件事的当下，她今天就写出来嘛，就写说傅昆萁就已经有跟她讲了，就说他否认讲这件事情啦，应该是看起来有切割。那我认为说傅昆萁，但光晴姐说她是尊重傅昆萁的讲法，但是她觉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她觉得有这件事她就讲出来。可是我认为就是说傅昆萁为什么要赶快切割啦？哈，第一个就是说。傅昆萁，你说这个时间点，他去承认，他去操控2028的这个，就说什么谁蓝白合蓝白配，那大家会觉得傅昆萁你哪位啊？你哪位？现在你们的阵都还不晓得哈，你不知道是卢秀燕、蒋万安，还是说是郑丽文，还是谁？哈，韩国瑜。对，那你人家当时比如说侯友宜出来的时候，你会想到他会找赵少康当搭档吗？没有人会想到嘛。只是后来越蓝白合破局，凭空出世，横空出世一个赵少康，所以照理说你要找副手，应该是那个主帅的人的权责。那今天除非你傅昆萁你自己想要选2028，好，你自己要去找黄国昌，这是后话。那只是说。傅昆萁当然要切割，因为大家就开始骂他啦，就说你哪位啊？现在我们的主帅都还没有定，你已经把手伸到副总统的人选上了，这当然很夸张。那第二个，我觉得涉及到傅昆萁自己的事情啦。什么？傅昆萁他不是前几天黄光芹不是在爆料吗？说这个黄国昌拿着小白巴，把白巴要去交给廖了以，然后要去支持谁？支持杨琼英当副院长。不跑我们政治记者都知道。立法院副院长是傅昆萁想要的事情，那傅昆萁看到这个报道会不会讲说啊呵啊，你这修干啊，跟我这个表面称兄道弟哦，还被我摸头，现在你竟然要去支持杨琼英当立法院副院长，你觉得傅昆萁不会觉得说嚯，你背着我要去支持杨琼英，那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他赶快 keep 一笔，就说啊，我本来要支持你这个选副总统，一金马博啊，所以我觉得这当然也是后续的一个可能性啦哈。好了，那最后要讲的是说，我看还有要讲那个，请问一下，柯文哲的房子真的卖了吗？卖啦，到底有没有赚？因为有没有赚？因为四叉猫算一算说有赚，但是陈家他们说没有啊。要看税跟交易那个中介费啊，税应该很重，因为他5年内交易。对他很快就卖掉了。还有啦，因为他有把说那个什么，他房客不是有官司，就是跟房客还在官司的问题嘛，还有租金，而且他把那个296万还要算到说。还要算说那个柯文哲主张他们违约嘛，要去罚金嘛。那如果法院不是这样判的，那不就 no 打水漂？对。但总而言之啦，你卖了4380万，这是不争的事实嘛，对不对？好，那你卖了4380万，不管你有没有赚到296万，但是至少你4380万你就卖了嘛。好，那昨天这件事情出来之后，那陈志涵就赶快有发了一个声明嘛，就说啊，他也是在帮这个夫妻俩讲话啦，就说啊，没有啦，你说这个卖了之后，他还要缴什么代书啦、中介费啦，还要说什么清洁费啦，还有那个官司，就是他们跟房客之间的官司。那说钱拿回来之后，还要这个还给亲友，然后重点在说要付2审的律师费。我觉得唯一的实话是说你要付2审的律师费啦。那2审的律师费，因为看起来就是说，因为那个柯文哲他即便被交保嘛，可是也付了7000万的保释金嘛，看起来他的身家都放在这7000万的保释金。那现在你2审要律师费，他现在看起来这个柯家没有钱山穷水尽了，所以要赶快卖房子去筹那个律师费。可是我觉得即便如此，那你知道那个房子是4月10号卖，可是你当时这个房子是。我觉得讲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嘛，他说房子放在他名下比较好监督嘛，可是大家当时就在骂他，就说你这个4300万，你这个是你选举补助款没错，可是问题是你选举补助款，你是
对你还是登记自己的名字，而且你当时买那个房子是说啊，因为那个民众党团很小啊，所以我们要这个扩大一个空间给民众党团用。问题是没有啊，你还是收租金啊，爽也是你在爽啊。但是你现在房子卖了，那你那个钱完全都是你要还给你的亲友，然后还要付律师费，全部也是你自己用啊。小云，你有没有发现？因为在他名下他卖了，你看你现在监督到他了，对不对？你还帮他讲话，你很卖头不是因为在他名下，所以大家都会知道啊。他运动就是大家要监督他，你看这力道很大吧？不是他监督别人。而且2028年之后，民众党会不会有党团不知道，所以干脆不要给党团用了。不是啊，我觉得那好了。你看，如果今天是一个 nobody 名下的，谁知道，对不对？不，那你就是你自己，还是你自己用嘛？你就是没有给民众党嘛？而且我觉得更不堪的是说，你是4月10号卖的这个房子，他们的直播，这个黄国昌卖那个帅脸跟柯文哲老脸，他募款是4月28号，但你4月28号你要直播募款1000万的时候，你早就知道你卖了4300万的房子了啊，那你好意思去割小松小草，叫人家再捐给你1000万哦？你4000万你付了律师费，你至少也还是有剩很多钱呐，那你怎么好意思？你这么生气干嘛？对，为什么我要这么生气？对啊，割掉你的钱吗？不是，可是我会觉得说，我不好意思用不要脸啊，我是觉得说，你已经在直播当下，你已经知道你有4300万了，那你还要去跟人家募款，那这个我觉得你还要割这些年轻人小中小草，我真心觉得这样不汤啦。我想请问一下，民众党最近发生一系列这些事，包括刚刚讲到。黄昌是不是有跟那个黄宏田讲说，对，那个他傅昆萁有找他，有跟他讲可以搭档那个副总统，所有这些包括民进党最近出现的，对，连那什么外框啊，什么你也扯得都出来这些事，有人在讲说，对民众党来讲一定要撑得过去，要不然的话，说当时在实力的时候，黄国昌那个时候感觉上有那种既视感，有吗？这一排话来讲，先讲副总统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对一件事情还记忆犹新，因为是李明贤在这边讲的嘛。2年前什么厕所事件当时是什么样的话？当时是什么样的话？我们先来看李明贤的版本，他在节目讲嘛，黄国昌在厕所问他国民党有没有可能让，李明贤就说啊，不可能直接让，应该会要做民调整合啊。这个就是后来我们看到了嘛，谁讲的是真是假再说了哈。但黄国昌当时在节目播出之后，他的回应是说是李明贤主动表态，说这个不能这样下去，民进党会渔翁得利，必须要蓝白合。有没有注意黄国昌嘴巴讲出来的版本？是跟李明贤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对李明贤来说，是他尿到一半，黄国昌问他说你刚口里牛。有没有可能让？好，所以傅昆萁到底讲的是什么？一样也是尿尿的场合吗？他是很轻松的随便讲，可以啊，你可以选副总统，鼓励的性质吗？黄国昌听了之后变成是一个提案，甚至是傅昆萁主动表示，这个你可以去选副总统，就是对傅昆萁来讲，可能就本来就是祝福嘛，你也不错啊，如果要合的话，哇，这个也是一个方向，人家轻松讲你。把它全解为一个具体的许诺，或者你在心里认定说好，这是一个可以实现路，所以他跑去跟光琪姐讲。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类似这样子答应下来的事情，别人其实只是讲一讲，但是黄国昌的解读是人家答应了，或是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向，会有多少？如果是小事就算了，政党未来的大事呢？从这边我们就移到别的地方来看。对外都这样，对蓝白合都这样，对党内的提名呢？像这一次你讲了什么林昭印的事件就大家就是纠结说，哇，今天那个媒体又有提出具体的收据啊。其实大家注意到是，哇，他们居然苏格登6个人6、7个人可以喝10瓶，好厉害这喝到4点了，那下对。可是喝10瓶6个人喝10瓶真的是6个人。我们想没有啦，还有小姐啦，小姐没有，又不是水牛喝成这样。你要去喝看看苏格登，那个是大瓶的，那个不是小瓶的，度非常高。对啊，小姐不会喝啦。对，真的。对，人家只不过加冰块。好了，那个旗帜。重点是这个事情，不要对，这种就等上工了，来直接对话。对，要专业交给专业处理啊。
大瓶的，那个不是小瓶的，非常高。对，小姐不会喝啦。对，真的。对，人家只帮我加冰块。好了，那个旗帜。那重点是这个事情，不要对，这种就等上工了，来直接对话。对，专业交给专业处理啊。重点是这个，你可以去注意它的日期嘛，2023年的事情。然后他自己也说，隔了8、9、10个月吧才出来，才报上去，然后现在跑出来，为什么？有提名争议，就到最后有提名争议，所以这个新闻一爆出来，所有可能相关人等都会被指，是不是你放了？是不是你放了？是不是要挡我提名？那就要回到之前那么多人退党的啊，包括郑运杰为什么退党？桃园区的党部主委退党，区党部也退党。大家都是为了提名的事情，所以黄国昌，你到底答应人家什么？答应人家有一个初选吧，又连回到刚刚的宝宝了。宝宝为什么去上节目？现在是大家因为柯文哲底下一个留言去注意到宝宝和蔡壁如去，实际上他们2个讲的谁会 care 啊？但是一讲的是柯文哲为什么要留言？柯文哲一留言直接批蔡壁如，就会变得是很 care 了嘛？就会他们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到底你有没有答应？什么时候提名？提名的办法是什么？如果无法解决的时候，循什么机制？你会不会已经许诺人家，然后最后面又说没有这个事情，导致大家各自翻脸，然后开始呢内部厮杀？像刚刚提到宝宝蔡壁如这个是，不管是陈志涵对上这2个，或柯文哲对上这2个内部的厮杀，像是这一个收据吵来吵去的事件，他们民众党仅存的桃园的人在做最后厮杀。那当然，有些人讲说这林昭印是不是太小气？拜托他中央委员呢，一年要50万呢，8000块出不起。中央委员，你以前也是中央委员吗？对。这件事情会被爆出来，是因为如果中立要提名的时候或不提名的时候，要不要经过中央委员会同意？而林昭印自己要选这个中立，他会不会希望中央委员会提名自己，而对中央委员会产生影响？所以今天爆出这个料，就是要让中央委员会的林昭印知难而退，你不要坚持参选中立了。对，所以这就牵涉到初选的相关的规划。其实怎么可能？林昭印自己还中央委员，他还是最高票当选，他票选里面最高票，能够最高票当选人会挤不出8000块吗？所以重点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故意弄到完全你的这些。其实爆出来，接下来这所有涉入人，黄成俊什么，甚至连张清俊，新闻带到一块，通通都没了。OK， 所以这才是民众党现代的问题。你现在吵到这个程度，就算最后能够拿到提名出来选，你民众党在桃园还剩什么人？这就是真正黄国昌面对的挑战。你看，就那个新闻报道说，他因为这件事，那个中评会中央评议委员会是14号开的会嘛，今天已经28号嘞。这件还没有结果出来。这件事情不是2小时就可以解决了吗？拖了2个礼拜。他们在讨论6个人怎么喝食品。好，那对，这2个礼拜都还没有结论，我也觉觉得蛮神奇的。对，他们要实地去验证一下，到底是什么是外框，什么样核食品，验证完以后才能开会。好，但是伯文，请问一下，你有没有了解一下，侨委会真的有去挡郑丽文要去6月1号出访嘛？对，那个过程，然后包括要访问那个陈吉，然后你们就谁都不能干嘛？真的侨委会干这种事吗？那个为了这件事情，我确实有去问到这个一些朋友了哈。那我跟大家讲哦，绝对没有如外传这个郑丽文所指控这些事情。那特别我跟大家说哦，这个这样讲这样的话其实很不好，因为侨委会其实很多的公务人员他们是常任文官，你觉得这些常任文官，假设上面说，这个国民党有谁去哈，他的行程我们都抵制，都不安排，或者故意去那些协会或者去那些这个侨胞的组织去那边放毒，我告诉大家，那个不用这个，早就都已经不知道放消息放成怎么样子了。侨委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好，我觉得也绝对不会说这个里面真的是假设我们真的这样干的话，这个里面都不会有人讲啊。第二个，这个它里面所讲的一个发帕，那个就是台湾人工社会，其实大家知道那个其实过去蔡同荣，大家应该知道蔡同荣就是以前推动这个公投、独立啊等等这些，他们是早期在海外的一些黑名单的这些人他们有非常强的这个台湾意识。所以你想想看，你说你今天郑丽文在台湾党军购又亲中，然后你想说去那边哇那个发牌要这个热烈欢迎我，你觉得有可能吗？这个部分你可以说因为这个
侨委会你要要求他们来跟我这个会面啊，来接待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人家是一个自己独立运作的一个单位，任何这个像这样的一个侨胞团体，不是说因为侨委会就可以去影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曾丽文他去讲这些话，我觉得一方面这个实在是强人所难，再一方面其实也凸显了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无知还是假的无知，还是故意借题发挥。我认为曾丽文，你今天其实你包括你如果要到美国去，包括你一些官方的接待，坦白说愿不愿意接待你，那个也是要看美方。我是拜托曾丽文，你不要到时候又说你们外交部抵制我，没有这回事情。任何的这个我们的重要的这个政党团体要出去，其实这个涉外单位都一样，该帮忙该协助的，只要在合法合程序的范围内，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外交人员都会全力来资助。所以我是希望这个曾丽文会不会是因为他之前因为党军购或者跟中国的这个关系特别的这个亲啊，他担心说他这次访美是不是会遭遇到一些状况，所以我认为是先打预防针故意先打预防针，说假设遇到什么状况，就是怪天怪地怪清德，又来这一套。那但是我觉得我们事先让大家知道的话，大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是打预防针吗？包括郑丽文主席说这一次要去让华府了解到和平啦，包括两岸之间，然后台湾绝对不会当一个所谓的麻烦制造者这些。那换一个角度来看，那是民进党现在执政，台湾是麻烦制造者吗？先讲这个，当然不管是外管的同事或是侨委会的同事，基层的公务员一定都是费心安排的，这个我绝对支持。因为过去我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外交部也常常在帮我们安排这一些城市的交访。然后我们前不久去姐妹市去像秘鲁啊，这比较南美洲他们过去比较亲中的，但是我们的外管同仁还是非常努力的这个帮我们安排的，这不管是内阁的官员或是国会的议员外管的同事的专业或热情毋庸置疑，但是上面的长官会不会介入？会不会叫他们说像徐家清啊或林佳龙啊，会不会说这国民党边香港安排这个我就对他们两个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了简单来说如果没有行政治力的介入的话那外管的同仁当然是尽心安排。但如果有长官有政治力的这个介入的话那我对于民进党的这个对国民党的热忱，我是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了但我们之前一直在说包括郑丽文主席也一直说，就是不管是对美或对北京的这个关系我们其实都要保持互动、跟交流、跟沟通。我想这也是民进党乐意见的嘛。民进党不是希望说国民党不要一味只跟北京交流嘛？所以现在郑丽文主席他觉得说，他也要去跟这个美国交流，美国说明希望是为了两岸的和平和好的话，当然我们会希望说民进党也能全力支持跟全力帮忙做行程的安排而不是说哎呀反正外管的同仁会安排什么。我告诉大家，外管的同仁会安排，跟这个代表会安排，跟这个部长会去安排，这个程度还是不一样的嘛。当然啦就用力程度的不同，用力程度不同你让基层的公务员自己去安排是能安排到什么可是你如果说是政府的立场下去说这一次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在野党主席也希望去这个交流一下这个台美的关系的时候，那当然美方接待的程度也会不一样嘛最大的在野党在野党主席也希望去这个交流一下这个台美的关系的时候，那当然美方接待的程度也会不一样嘛这个过去柯市长在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他出访的时候也有 complain 过外交部嘛，说没有帮忙，都让我们自己弄那为什么总是民进党执政的外交部会被这样子抱怨呢？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民进党的首长这个出访的时候，县市首长出访的时候，也都安排得好好，也没听过他们说这个厚此薄彼。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乐见这个台湾的每一个政党可以保持跟美国的交流跟互动的时候，我希望真的是这个我们的外交部或者是我们的这些政务官也能够大力的去协助啦。OK， 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当然就是刚才前面讲到所有的这些议题，如果等到2026投票的那个时候，到底民众会把它转成选票的时候会支持哪一边的想法，甚或它一定会间接影响到2028这场选战。杨明有一份民调出来，对，那蒋万安跟沈伯洋之间的民调，目前看起来这一段，那当然大家都在讲
2022内仗是萨卡都嘛，黄珊的那个选票到底在这一次会怎么流？基本上那影响非常大，对不对？基本上这个是 T 台啦，T 台昨天公布的最新的这个台北市长民调啊，那蒋万安58%，沈伯洋30%，因为是沈伯洋被民进党征召之后，T 台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份民调。那当然他这个民调的数据很多人说好像领先很多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看一下这个这下面这个交叉表为什么？因为他是讲说你这一份民调里面，他们问说那你2022你投给谁？比如说你投给陈时中的你看沈伯洋88%都会支持沈伯洋投给黄珊珊的这个就有趣了因为大家都认为说黄珊珊的那些20几%的这个得票数会往哪里移动，应该是2026最关键的。对，那在这个黄珊珊表态投给黄珊珊的有3%，就等于大概1/3是表态投给沈伯洋，大概1/6投给蒋万安。如果今天是这样2/3、1/3来区分的话，那沈伯洋的这个爆发力可能还有我必须说这个潜力可能十足那我也稍微找了一下，这个是4年前4年前是陈时中被提名的时候。8月，他是7月被提名，然后8月 T 台第一次做的民调，那时候陈时中第3名23%，现在沈伯洋已经30%了，而且你要知道那时候2022年你看这个趋势好像绿的成绩很高嘛可是其实2022年是后面这3次，陈时中在2022年后 T 台这3次都没有到30%，那沈伯洋第一次，就已经到30%，可是他那时候萨卡都啦，对，当然啦，当然，可是。这个就数据上啦，我说从数据上，你就可以看到说沈伯洋其实有他一定的基本盘啦。应该说他在绿营的凝聚的能量里面，他是不输这个陈时中的。所以我说这个当然现在是看数据面那当然蒋万安领先很多，这个大家也不意外。可是如果今天因为接下来选战才刚要开打，接下来就是要看说两边怎么去做议题的交锋来看说民调接下来会怎么样来此消彼长。OK， 但小玉因为。那个黄仁勋那来台湾访问，你知道他来辉达、川博，一定会打辉达这张牌。对，蒋万安也趁势，然后基本上跟黄仁勋2个人碰面啦，然后所有这些，这次包括大家讲说双北应该都是对，双北一定是这边喊共治，这边喊共好，两边一定是这样打嘛。那现在看起来的话，目前两边如果要是2对2的打法。那目前看起来哪边比较占优势？2对2，对啊，你说双北啊，打双打，蒋万安一定拉着川博啊，然后朱巧慧一定拉着什么呀？他们一定两边一定都是这样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开始我觉得啦，就是说反正苏巧慧这边应该是比较热嘛，可是看起来因为就是川博这边蛮冷的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爱饭店，他今天又区有饭店之外，他今天又提了一个公营饭店，我也不晓得说他为什么那么爱饭店这个。情定大饭店啊，他的政绩，侯友宜不是也讲说，其实他提那个饭店蛮好的这些。那你区有饭店还没盖完之后，你又要提公营饭店，这个台湾有这么多需要的饭店，好吧？好，这个要问李志川，我那哪一天可以解答为什么他那么爱饭店？那当然现在有蒋万安，好，还有这个沈伯洋出来之后，那当然双北整个开始打了，会比较热闹。不过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昨天那个辉达那个场面，你知道昨天那个有趣的记者在现场形容就说蒋万安为了这个要迎接大家的干爹啦，就是那个就是黄仁勋来那个活动其实应该是11点才有安排那个蒋万安跟这个黄仁勋同台，结果没想到蒋万安9点就去了，他为了那个最后5分钟的会面蒋万安9点就到了，结果你知道那个黄仁勋去因为昨天是在那个大。等于说是在个户外嘛，又那么热，就蒋万安为了那5分钟9点就去那边10分半。那但是黄仁勋也很有趣，黄仁勋去当然是先跟他的这些员工嘛在那边这个挨沙子画家常。结果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片段虽然跟政治无关，但是我想分享一下。黄仁勋就找到了一个女员工，联发科什么？对，然后他问他说：“那你老公是哪里？”他说：“他老公是联发科。”因为他好像是拿他那个皮套给他签嘛，他就看到是联发科。然后那个黄仁勋就说：“我们在场这么多这辉达的那黄金单身汉，你为什么不找联发科？”然后那个人他就说，因为我也是从联发科来的，反正就蛮好笑的啦。反正他就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跟员工挨杀，然后到最后5分钟才跟这个蒋万安同台。好，那你跟蒋万安为了这次当然会面也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桥段嘛，包括他就自己也写了书法嘛然后再来还收
送他的一个那个台北之钥。结果后来我觉得黄仁勋是不知道是美式幽默还是怎么样啦，就说 Where is the door？然后但是那看起来就是蒋万安就没有接到那个梗啊哈。那我知道网络上很多网友啊就是这个啦，好，网络上就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就说这个蒋万安就说 Where is the door？ 他就说给他一个 key 嘛，台北之钥啦哈，然后他就说，然后就问他说门在哪里啊哈？那很多网友就讲说黄仁勋的这个意思是不是叫蒋万安说那边有门你可以走了？没有啦，就是比较酸的啦，是开玩笑的啦。那边有门你就赶快走。可是这是美式幽默啦。那可是就说蒋万安不知道是就是不太习惯这种没有读稿机的那种，他就不太容易接话，就接得很 K。所以后面沈伯洋就搭了这个议题就接上了嘛，就说哎呀你不需要去找到门嘛哈，因为你已经在门里面了嘛哈。然后又把他讲说你这个什么 GPU 的这个门呐，就已经在我的生态系的系统里面了，就是开始又在行销他的生态系。那你就是沈伯洋就有搭上那个梗啊哈。好，那这个都是政治昨天大家观察的点。可是我必须要讲是说，其实黄仁勋他不在乎你的不管你自己的书法，或是你说你有那个钥匙，他在乎的是我辉达来了，我到底这个电力稳不稳固？好，这个是带出电力的问题。可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说，蒋万安他又开始，我觉得他很厉害他连这件事情都可以推给中央人家只是在跟你谈变电所，结果你竟然把他导到说就台湾缺电又要中央去解决了，甚至还可以上纲到核能的问题。结果没想到昨天黄仁勋才开口问那个这个稳定电力的问题，结果今天文林变电所好了就拍板定案了我觉得这才是强这才强那原来这个都不需要核能，不需要我们缺电，都不需要什么问题。原来你只要一个变电所，到底是地下化还是地上化原来一个折中方案就解决了。那当然啦，今天你说沈伯洋要蹭也要怎么样？那大家都说就是绿营就开始做文章嘛，就说要不是沈伯洋昨天拍了一个跟吴思瑶跟台电开会的影片，你这个变电所文林变电所也不会这么快。不需要核能，不需要我们缺电，都不需要什么问题。原来你只要一个变电所，到底是地下化还是地上化原来一个折中方案就解决了。那当然啦，今天你说沈伯洋要蹭也要怎么样？那大家都说就是绿营就开始做文章嘛，就说要不是沈伯洋昨天拍了一个跟吴思瑶跟台电开会的影片，你这个变电所文林变电所也不会这么快马上就可以出来了。那好，就算不是沈伯洋来蹭，不是他的功劳，可是至少是不是蒋万安也感到的一个压力？不管今天是黄仁勋开口，或者是说沈伯洋赶快找台电来。结果你今天原来你的这个文林变电所是这样子，一天时间就可以拍板定案。我最后讲了事实上这个变电所的问题我觉得蒋万安有在说谎，因为今天我们就问那个林延凤因为他也是当地的那个议员嘛，他在讲说当时那个变电所为什么这么久大半年因为坦白讲你那个不是辉达要来的问题，那个地方本来就是要设计一个科学园区，就是市北科嘛，所以你今天不管是辉达还是谁来，你那个科学园区本来变电所就是你要解决的。可是当时北市府是怎么骗大家？北市府是说那个地方你要变电所是一个嫌恶设施，所以当地的里民都在抗议。那林延凤就说在骗笑你去看那个地方变电所，那个方圆百里，因为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居民，没有民众，那个地方是一个公车的一个停车的一个地方，你哪来的民众抗议你民众你有见鬼了，民众才会去抗议。就他说今天变电所已经拍板在那里的嘛，这折中说一半一半的就是什么地下一楼，这个太复杂我们不讲。那他就特地打当地的里长，里长说他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情这件事情，连里长都不知道。你说你有去跟里民沟通，你说这个大半年有里民在抗议，所以根本就是骗人的啊。那今天要不是一些你要选举要拼连任，沈伯洋辉达，然后什么黄仁勋都来了，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把变电所就解决了呢？小玉，你讲的时候，淑慧的眼睛都已经快睡着了，不是，他都已经快瞪磨刀霍霍对，你讲为什么不是林延凤在说谎呢？为什么是蒋万安在说谎？为什么林延凤讲的你就相信呢？因为他今天有答，他今天有去实地，我先讲，因为他今天有去实地勘察，那又怎样呢？文林变电所的都市计划是我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就定了，民国98年，台北市政府在那边做区段征收，要发展北市科的时候，就先把用电设施给设在那里。请问一下，这17年台电在做什么呢？我把地都留给你了，就告诉你说这里可以用变电所，这里是都市计划变电所用地为
为什么你这17年来都没有动作呢？台电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说我要设变电所？你那里会不够电？我告诉大家，2025年的6月20，也就是去年啊。所以不要说怎么讲延宕1年啊，台电延宕17年，你要怎么说呢？哈。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台电看到了辉达的新闻哦，他觉得说，哎呀，不电料，这里会缺电。但是我告诉大家，民国98年我们就已经规划那里会是北4科了。当然，柯市长在那边有种草种几年呐，哈。但是所有都知道，用电设施或道路设施或交通设施本来就应该是先开辟好，不是等大家都盖好了以后说，哎呀，你们都发展好了，有需要我了哈，我当登场嘛哈。然后去年送过来的就是地上型的计划。我告诉大家，民国98年的都市计划里面就写着，这个变电所必须要是地下化的。为什么？松湖超高压变电所也是我在台北市政府任内就开始吵了20年啊。为什么到了这个前2年才定案？因为台电纠结了20年，跟地方居民对峙了20几年，终于愿意地下化了。所以我也告诉台电说，你们也很有趣耶。说地下跟地上工期会差4年啊，你跟居民都对峙了20几年了，你最后还不是得地下化？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地下化呢？哈，好了，那你说吴思瑶昨天突然这个我今天才跟蒋万安讲，5月天有一首歌，里面有一首歌词啊，现在我们深有同感，最怕朋友突然来关心过去沈伯洋，你也是住在台北的立法委员哈，你有关心过辉达，有关心过用电吗？哈吴思瑶过去台北市政府跟这个台电之间就地上地下在那边来来回回纠结的时候，吴思瑶身为当地的立委，要多笨才希望是地上，大家都嘛要地下。问选区的议员，松湖超高压变电所现在地下。地上空间全部做共融设施不管是公园也好，咖啡馆也好，大家都嘛要这个，谁要那种传统的变电所，像一根一根踩在那里的所以吴思瑶不可能不要地下的啦那你为什么去年不压着台电说，你怎么送地上？都市计划就一直是地下你应该送地下，为什么不要现在突然跳出来说你过去延宕1年我觉得都不用去吵啦当地的立委要多笨才希望是地上，大家都嘛要地下问选区的议员松湖超高压变电所现在地下，地上空间全部做共融设施不管是公园也好，咖啡馆也好，大家都嘛要这个，谁要那种传统的变电所，像一根一根踩在那里的所以吴思瑶不可能不要地下的啦那你为什么去年不压着台电说，你怎么送地上？都市计划就一直是地下你应该送地下，为什么不要现在突然跳出来说你过去延宕1年我觉得都不用去吵啦现在我非常开心的看到台电因为有2位大立委，民进党大立委的介入，台电不用再花20年跟地方抗争决定就是地下化。OK， 那这就是台北市政府从头到尾的要求来，那个其实这个部分当时。居民确实就是要求要地下化，那也是因为地下化这个部分延宕。那为什么不地下化？其实除了说这个时程经费之外，最重要就是说，它因为那个地方临近河堤边，有一些安全上的考量。那这个安全上的考量，你不能够说那个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你要知道现在这种极端气候，有时候这种变电所，尤其人口这么多的地方，你在地下化确实会多增加很多变数那没关系，那可是现在我们是担心，就是说这个蒋万安他会变成就是说故意在讲一些危言耸听的，例如说什么电力不足或者我们就讲那不是电力不足，是例如说以昨天几乎是形容叫热浪来袭。我跟大家讲，昨天我们的备载容量是20.84，前天是21.78，那这个代表什么？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大于10%的备载容量就是供电安全无虞，绿灯那更何况是昨天那种热浪来袭，都有到20.84，前天到21.78，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节骨眼，你不断的去强调说什么，你看我们都缺电，我们没有电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坦白讲，实在是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形容。那个变电所之所以重要，就是说我们现在电力充足，可是除了我们这几年不断的把这个电力的这个韧性把它加强之外，
最重要，你有电你要能够传到这个家户去，变电所就好像是那个水管一样，让那个高压电可以传输到适当的这个场所提供运用，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戴医生是来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如果刚才以那个刚才杨明讲那个 T 台那个民调58比30，对沈伯洋来讲的话，因为现在是5月下旬，是11月下旬6个月投票。对他们来讲的话，怎么样去把像这样的一些差距，想尽办法能够往上拉？对，刚才杨明那份最有趣的就是黄珊珊选票的分配。我在在节目之前也跟杨明讨论过，如果以黄珊珊得票34万票的话，如果现在沈伯洋可以拿到1/3，等于是11万的选票，加上陈时中，刚好跟杨明之前估的大概55万票到60万票之间的这个票数是差不多的。选战还有6个月，最关键的还是在黄珊珊的这一块的投票的选情的变化。黄珊珊的这群人，他们过去是没有投给蒋万安哦，上一届没有投给蒋万安哦，蒋万安上一届也只拿57万票，所以他现在目前因为他的连任优势，在黄珊珊的这一块得票上面，他可以拿到60%，跟他的支持度是不是也很接近？刚好就是这一块的支持度，所以最后的关键啊，两边都是一样，不管是蒋万安跟沈伯洋，他们要争取的就是过去在上一届投给黄珊珊的选民。他们的选票移动虽然现在只有在1/3，那未来这一块的选票移动会不会根据的选情未来的变化，包含蒋万安跟沈伯洋之间对于市政议题上面的交火上面会有所谓的相关的变化？这也是蒋万安未来要非常重视跟注意的。蒋万安到底还有没有余力跑到其他县市外？我觉得蒋师傅要好好想清楚。OK， 选战到今天是5月28吧，今天。到因为投票11月28，算一算刚好大概6个月左右。那接下来这6个月，每个地区各自选将之间捉对厮杀会是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